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第一季山河风物质要怎么养。第一季山河风物质是唯一可以白嫖的风物质，陆服至今也还是只会送第一季的山河风物质，所以第一季是一定会满的，只是时间和先后顺序的问题而已。在3个建筑中，建议优先选择提升藏宝阁的风物质，因为这里提升的全都是和抗灭有关的属性，对战斗的帮助最大，所以重要程度为第一优先级别。再来就可以按自身在环境里常遇到的队伍，去决定优先提升对哪个阵营的抗灭。当前版本的主流应该都是蜀国和魏国会比较多，可以优先将蜀魏2个阵营的抗灭先培养起来。群雄续 SP 吕布后就再也没有强力的主输出出现，所以等 SP 吕布下线后，就可以将抗灭群放在最后。SP 司马懿上线后， SP 吕布就会没了，所以抗群的优先级已经不是很高。群雄的下一个强力输出，恐怕还要等到陆服的下一个新魂将 SP 贾诩上线才会有了。当贾诩也成为 SP 武将后，陆服的初始神将就会全部都完成，转身成为 SP 武将。下一步应该就会轮到那些蓝子将成为 SP 了。藏宝阁中推荐优先把这3把琴拉满5星，这3把琴刚好就分别对应了抗灭魏国、蜀国和吴国3个阵营。而且这3个风物质所提供的战斗技能，也算是前期比较能用的战斗技能之一。余音绕梁会在我方每个后排武将首次怒攻时，驱散目标武将随机1层护盾，并降低其 10% 最终免伤，持续2回合。余音绕梁的技能效果非常契合如今这个以盾为主的版本。余音绕梁在后排比较多辅助型武将的队伍上使用的效果会更好，因为辅助武将多是打全体的，这样就可以一次消去敌方全体武将的1层护盾。削盾的功能在3星才会开启，所以最低的使用要求就是3星。实际上不管什么战斗技能，如果没有3星都是无法上场的。第一季的战斗技能虽然在后期都会有更好用的版本，但对于新区玩家来说，这是最容易弄到手的高星战斗技能，所以还是有培养价值的。而且余音绕梁给的降低免伤还是最终免伤，这是在前期比较稀有的属性。当风物质升级到5星后，就可以转去培养还没有5星的风物质了。当所有的风物质都5星后，就可以开始把它们全都拉到2火。5星后增加的属性，所有风物质都是一样的。优先把1火和2火的全阵营抗灭都拿了，最后才逐个将风物质都直接拉到5火。5火后就不要再升级了，后面的加成都很少，而且环费风物质之灵，继续往上升并不划算。当3把琴都5星后，就可以按阵营抗灭的需要，把剩下的藏宝阁风物质都升到5星。接着我们来看兵器库里的风物质。新区灭队玩家可以优先考虑拿百步穿杨底下的这4个风物质。这4把弓箭拥有非常高的暴击和抗爆率，是兵器库里属性最好的一组风物质。我会把它列为第2优先组，当你将藏宝阁的风物质都升完后，就可以开始升这些了。攻击是否有暴击，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影响输出高低这么简单，它甚至还会影响后续的技能触发。比如 SP 貂蝉就有，己方武将受到非暴击怒攻伤害后，降低攻击方2回合异常命中、异常抗性和暴击伤害的能力。即将上线的 SP 司马懿也有暴击后能降低敌方格挡率的能力，这些都和攻击是否能暴击有关，就连 SP 关羽的普攻也会有暴击和不暴击触发的能力。所以日后攻击能不能暴击，将会对战斗有更多的影响。百步穿杨这个战斗技能，在新区前期是可以用的。百步穿杨会在我方武将造成单次伤害超过自身生命上限的 35% 时，恢复300点怒气。这个在前期血量还很薄弱的时候是很好触发的。但老区就不会用到这个战斗技能，只是单纯为了拿暴击和抗爆属性。第2个可以考虑的是拿光环技能寒芒如龙。
它可以提升群雄逐鹿玩法中的增减伤，这个光环只会在群雄逐鹿里生效。这同样也是只对新区会比较重要的光环。如果你需要争夺群雄排名，就可以在这里加减拿一点增减伤。至于老区，由于在其他地方叠加的属性已经太多，所以这一点增减伤其实已经不会对胜负产生什么影响，可以先不理，仅列为第3优先。最后，我们来看藏书楼中的风物质。新区会推荐先拿比例如山底下的这4个风物质，它们都有很高的抗爆或暴击提升，同时还附带了一些伤害增加和伤害减免。最重要的是，比例如山这个战斗技能，也是初期好用的战斗技能之一，是早期少数能给盾的技能。当然，比例如山现在已经有更好的战斗技能，安居乐业可以取代。所以，比例如山仅仅是给新区玩家，或者还没有开放安居乐业相关风物质的玩家使用的。对于已经开放安居乐业的玩家来说，哪怕是1星的安居乐业，都会比5星的比例如山好，所以老区就当做是拿属性就好。能加护盾的技能，在近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，因为即将上线的 SP 司马懿就是一个会需要大量护盾的队伍。在已上线的武将中 ，SP 张飞和张飞羁绊的 SP 刘备都是需要护盾的武将。在 SP 司马懿上线后，张飞羁绊的 SP 刘备就会有出场的空间，可以和 SP 司马懿组神念队。接着可以考虑的是曲中奏雅底下的风物质，当中广陵散拥有很高的暴击和抗爆，百鸟朝凤躯和凤求凰有比较稀有的无视防御加成，这3个风物质可以优先拿。至于最后一个胡茄18拍，只提供了最普通的伤害增加和减免，所以优先程度并不是太高。但曲中奏雅是个光环技能，可以提升天下会武中的增减伤。新区玩家如有需要，也可以把胡茄18拍也一起升了，去提升天下会武的增减伤。同样的，这个数值对老区影响已经不大，没有优先拿的必要。最后是传世经典底下的4个风物质，这边提供的比较多都是软件。这里的软件指的就是异常状体命中和抗性、攻击吸血和反弹伤害。其中最没有用的反弹伤害，在 SP 司马懿的队伍中也会有作用。详细的，我们下期 SP 司马懿解析的视频再说。想玩 SP 司马懿队的，可以考虑特别去提升一下。以上就是第1季山河风物质中比较重要的几个。当升完这些后，就可以去升剩下的风物质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